最近看到一些人在攻击反手，我觉得有些话我应该出来说一下。很多人只看到了他做的10%，剩下的90%我看到了。我第一次认识反手还是当年 A2、A4 和 G 家族战斗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法拉利团队，反手他们从 IM 过来了一个团队。我当时玩 Mir 4还不到1年，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慢慢熟悉，后来一起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也逐渐真正了解了这个人。先看一组数据，反手战力802000，同职业战力全联盟第一，在籍678天，其中581天在打仗，参战率 85.7%， 联盟功勋95670，全联盟第4。这些数字是他这几年留在 Huff 的痕迹。在我认识的反手身上有几个特点一直没有变，他脾气很好，很少因为自己的情绪和别人争吵，也比较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我觉得他身上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他经常愿意去做那些付出很多，自己得不到什么好处，甚至最后还可能得罪人的事情。其实管理一个联盟真正麻烦的往往不是打架，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比如有人已经休息很久了，联盟开始打仗，需要有人去告诉他们，你们已经休息够久了，现在联盟需要你们回来参战，回来帮忙了。这种话并不好说，不说对那些一直在战斗的人不公平，说了又一定会有人不高兴。联盟有人违反规则需要处罚也是一样，规则写出来很简单，但真正处罚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对方可能觉得不公平，觉得自己被针对。但如果因为害怕得罪人就不执行规则，那么规则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还有最近大量的服务器合并，说实话，很多和服谈判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去谈，因为真的太麻烦。双方都有自己的团队、资源和利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多拿一点，但只要有人多一点，就一定有人少一点，只要一方觉得占了便宜，另一方就觉得吃亏了。服务器怎么分，资源怎么分，谁留下，谁移动，以后怎么轮换，每一个问题都很难协调。而最近 Huff 70%以上的和服沟通基本都是反手一个服务器一个服务器，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去谈下来的。外面的人最后可能只看到一句，这个服务器最后这样安排，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句话背后可能已经沟通了几十次甚至几百条消息。其实很多人对反手的了解可能连他真正做的工作量的10%都看不到，大家通常只能看到最后的决定。现在联盟里面谁和谁发生矛盾了，需要沟通，很多时候是反手在处理。哪个服务器突然被攻击，需要协调支援，也是反手在处理。联盟规则需要落实，团队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服务器合并需要协调，也经常是他在处理。这些事情没有什么掌声，也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相反，做的越多，接触的人越多，越容易得罪人。Huff 有上万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团队、不同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会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考虑自己的利益。有人希望多休息一点，有人希望多拿一点资源，有人希望自己的服务器得到更多照顾，有人希望自己的团队优先，有人认为规则应该严格执行，也一定有人觉得规则应该对自己宽松一点。但反手很多时候没有这样计算，事情需要有人处理，他就去处理了，而且这并不是一天两天。很多时候
一个决定从联盟整体来看可能是合理的，但只要影响到了某一个人的利益，在他的角度看，这个决定就可能是错误的。这也是管理最难的地方。不是不知道什么方案最好，而是很多时候根本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你只能尽量选择一个对整个联盟更公平、更合理的方案。而只要你做了选择，就一定会有人满意，也一定会有人不满意。有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换成我未必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认为反手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这么多年下来，他投入在联盟里的时间非常惊人。除了睡觉和现实中必须处理的事情之外，他大量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了联盟工作上。甚至很多时候，为了处理联盟里的事情，他连真正留给家庭的时间都非常少。这一点可能外面绝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到。大家看到的是游戏里的一个管理，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每天处理大量消息、协调不同团队、不同服务器、不同国家玩家之间关系的人。但评价一个人，我认为不能只看自己和他发生过的一两次不愉快，更应该看看这个人在几年时间里到底一直在做什么。而且今天我也不只是想说反手， Hoff 能够走到今天，从来不是靠一个人，也不是靠几个所谓的管理。联盟里面一直都有很多人为这个团队操心、协调和付出，比如 Nini、小帅、Shelo、Lego、任、Eric 雪，以及还有很多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个一个全部写出来的人。他们同样在处理联盟里的各种事情，同样花了大量自己的时间，同样承担了很多外面的人看不到的工作。有人负责战争，有人负责服务器，有人负责团队协调，有人处理矛盾，有人帮助新团队安顿，有人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每天处理大量消息。很多时候他们做这些事情没有工资，没有现实中的利益，甚至连一句谢谢都不一定能够得到。但只要某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到某个人满意，他们反而可能第一个被抱怨。所以借这篇文章，我也想感谢所有这些一直在为 Hoff 做事情的人，不只是反手，也包括每一个长期愿意花自己的时间为联盟协调、沟通、安排和承担责任的人。这些工作可能很多人看不到，但我知道他们一直存在。任何人都可以批评 Hoff， 也可以批评我，当然也可以批评任何一个管理。如果我们哪里做错了，可以说管理上的决定不可能永远正确，我们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不会犯错。反手不是完美的人，我也不是， Hoff 的任何一个管理都不是。但至少在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以后，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他也许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但他是一个真正愿意替团队承担麻烦、愿意为团队付出的人。如果一个人做了很多年管理，却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那很可能意味着他根本没有真正处理过那些困难的问题。因为真正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利益。涉及利益，就一定有人得到，也有人失去。涉及规则，就一定有人接受，也有人不接受。这就是管理必须承担的东西。我认识反手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月。我们一起经历过战争、低谷、内部矛盾、联盟扩张，也看过很多人来来去去。所以今天我愿意站出来说这些，不是因为反手是 Hoff 的管理，也不是因为我要替任何人洗白，只是因为作为一个认识他很多年的朋友和战友，我觉得一个长期替团队承担麻烦，长期愿意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的人，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也应该有人把大家看不到的那一面说出来。
反手这些年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可能很多人只看到了10%，但剩下的90%我看到了。而我也同样感谢所有那些一直默默为联盟做事的人。一个上万人的联盟不可能依靠一个人维持。真正让这个联盟走到今天的是很多人在不同的位置上一起承担那些麻烦、琐碎、容易得罪人，却又必须有人去做的事情。很多人愿意做能够得到掌声的事情，真正难得的是有人愿意长期去做那些没有掌声、没有好处，甚至做完以后还可能被骂的事情。反手这些年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其他很多管理也一样。可能很多人只看到了10%，但剩下的90%我看到了。也谢谢所有这些一直在付出的人。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能够一起走到今天，永不背叛，永不退缩，永不遗忘。为了荣誉，为了兄弟，为了 Huff。